大家好，欢迎回来，我是伊恩。大家有没有想过，让你的 AI 助理不是看图片，也不是听你的解释，而是直接从 Figma 的设计页面帮你建立前端的 UI？我今天会带你认识 Figma，而且一步一步教你连到远端的 NCP 伺服器，和申请 Figma 的 Access Token，以及怎么把它设定进你的 AI，让你的 AI 开始看得懂设计。好了，我们开始吧。Figma 是什么呢？现在多数的公司的设计工具都像 Photoshop 这样子的软体。设计师完成一个版本之后，就把档案传送给工程师。工程师打开之后，看到类似像这样子的档名：Final、Final V2、Final V3、Final、Final。然后工程师一头雾水，不知道哪一个是最新的。这种过程，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吧？工程师永远不知道哪一版是最新版。PM 看设计稿只能看截图，如果要修改一个小地方，这样子的过程又要重来一次。明明要加快速度，结果拖慢进度。就在这样子的背景下，2021年，美国旧金山有两个年轻人，迪伦·菲尔德和伊凡·华莱士，他们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为什么 Google 文件能够多人协作，可是设计却只能够一个人一个档案呢？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设计不可能跑在浏览器里面，效能一定不够。但他们反问了一个根本的问题：如果一刚开始假设设计就是多人一起做呢？那会长成什么样子呢？于是他们在当时做了一个很疯狂的决定，把设计的工具完全做成云端的功能，而是从第一天就开始假设设计师、工程师、PM 会同时打开同一个档案，看到是同一个画面，改的也是同一个版本。Figma 有一句非常有名的理念：“Design is a team sport。”设计是一项团队运动。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但它彻底改变了设计工具的思考模式。在 Figma 里，没有所谓的“我这边的版本”，也没有“你等等再开”，也不用反复确认这是不是最新档，因为永远就只有一种版本，而且这是即时的。这就是后来的 Figma。Figma 很早就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设计不是只给人看，未来也一定会给 AI 看。如果 AI 真的要帮上忙，不是只看一张图片，而是要完全理解设计图里面的元件是什么，这个画面之间的结构关系，于是 Figma NCP 就出现了。Figma NCP 不是一个 UI 的功能，也不是给你多一个按钮，它是一个让 AI 读得懂 Figma 的标准协定。你可以想象成 Figma 帮 AI 准备了一份这个设计真正的结构说明书，而不是丢给 AI 一张设计的截图。现在连线到 Figma 有3种方式，第一种是远端 NCP 伺服器，直接连到 Figma，无需桌面应用程式。第二个是个人访问令牌，使用个人访问令牌直接连接到 Figma。第三种是桌面 NCP 伺服器，透过本机电脑上面的 Figma 软体所运行的伺服器。使用远端 NCP 伺服器的方式，目前支援的有 VS Code、Cursor、Cloud 跟 Codex。
等一下会有示范。如果你觉得我的分享有帮助到你的话，请帮我点个赞。还没有订阅的朋友们，现在就按下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有什么新的影片，我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你。我会持续带领大家探索更多的 AI 的内容哦。好了，我们接下来要来帮 AI 设定 Figma 的 NCP。我们现在要来示范使用 Figma 提供的方式来连接远端的 NCP 伺服器，打开网页连接到中间的这个连接，这个连接我会放在下面的说明里，那我们就开始了哦。我们现在要来示范使用 Figma 所提供的方式来连接远端的 NCP 伺服器。在现在的画面的左边的浏览器，我们要连去 Figma 的远端伺服器的说明的页面。这个页面前面是在说明要使用有支援 NCP 的 AI 的工具，并通过 OAuth 的验证流程整合到 AI 的工具里，使用 NCP 协定连到 Figma，并取得到设计图的资料。我们第一个要先把 VS Code 把 Figma 整合到 VS Code 里面。那我们现在打开 VS Code 的资料夹，在使用者的加目录底下，然后这个点 VS Code，然后 ncp 点 JSON 这个档案，我们把它打开。我们现在把这个档案打开了，我们在这里有看到 Figma 的设定资料，我们只要复制这一个区块就好了。我们复制，然后贴到这个 Servers 这个区块底下，然后我们按存档。然后我们现在在 VS Code 里面的 extension 这一个左边这个页面，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得到 Figma 的NCP Server。我们点选旁边这个齿轮的图片，按下去之后，我们看到一个 Start Server 这个选项，我们把它点击它。现在我们确认是不是要连线到 Figma 的 NCP 里，然后我们按同意。可以看到它要进行 OAuth 的一个提示。那我们现在打开的这个按钮，请你验证，看左边这边会叫你同意，是不是要授权给 VS Code？那我们按同意。现在的状态，这个 NCP 是不是已经是启动的？所以我们验证已经算是成功的。我们现在要把 Figma NCP 也装到 Cursor 里面。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官方的网站的 Cursor 这个下面有叫我们连到 Figma NCP Server Deep Link，我们点击这一个连接。它叫我们要开启 Cursor 的 IDE 的界面，然后我们按开启，就可以看到跟这边说明一样，它叫我们安装 NCP Server，我们按安装。现在我们已经安装进去了，我们可以看到连线的按钮，我们按连线，叫我们要开启浏览器来进行 OAuth 的这一个验证，那我们就按开启。第一个嘛，叫我们确认是不是要授权给 Cursor 编辑器，我们就按同意，然后并且授权。然后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它已经是连接到的。我们现在要把 Figma NCP 也装到 Cloud 里面。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官方的页面有提供如何把 NCP 加入到 Cloud 的指令，我们就复制这个指令，然后我们在旁边的 Command Line 我们就按贴上这个指令。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它已经把 Figma 的 NCP 的设定值加入了，然后登录到 Cloud 里面，并且打斜线 NCP。那我们先登录，
我们现在登录了之后，然后我们打 NCP，这边有警示的需要验证，我们就选择这一个，然后我们呢就按第一个用验证，这边就自己会打开，然后请我们验证，然后这边也是 Figma 的网页也是向我们确认我们是不是要把 Figma 授权给 AI 的工具，那我们就按同意并且授权。我们这边授权成功，那我们再打一次 NCP，这边可以看到 Figma 已经是连接成功了。我们在 Figma 的设定的网页里没有看到有提供 Codex 的设定的方式，我们也找到了如何能够将 Figma 设定到 Codex 的方式，就是我们在 Command Line 这边有看到这一串的指令，我们等一下按 Enter 输入。然后这个也是一样，它马上就进行 OAuth 的验证，然后 Figma 在询问我们要不要把 Codex 授权同意并且授权。这边已经看到我们已经授权完成，然后已经是登录的状态了。要如何申请 Access Token 呢？第一步要连上 Figma 的网站，第二个就是登录或者是 Get Started，第三个就是建立 Access Token。为了安全性，我们在给予权限的时候都要小心和注意，不要打开不必要的权限，以免一些意外的发生。在申请 Access Token 的时候，Figma 会问我们需要开什么样子的权限。在档案的部分，我们就开启读取档案内容和产生图片，读取档案踪迹资料。和读取档案记录这三个功能就好了。在设计系统的部分，也是开启读取个别组件和样式资料，读取个别档案发布的组件和与样式，团队函式库发布的组件与样式，这三个功能就好了。在开发的部分，开启读取并列出可存取档案中的开发资源，在可存取档案中建立与修改开发资源，这两个功能就好了。我们现在要来申请 Figma 的 Access Token，我们现在先连到 Figma 的官网。现在连到 Figma 的官网了，我们现在要来登录，我们可以点击上面的 Login 的连接，或者是直接点 Get Start 的这个按钮，我们就直接选择使用 Google 的登录的方式。现在已经登录 Figma 的后台了，现在我们就点选右上角的 Google 的名称的下拉式选单，然后我们按 Settings，我们按 Settings 之后，我们可以看得到在这边有4个 Tab 键，我们按最后一个 Security 这个。那我们现在要来建立一个新的 Access Token。那我们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所说的，在这一些区块都是让它有读取的功能就好了。所以这个 Files 就点读取的功能。Design System 也是读取的功能就好，这边刚好就是全选。Develop 这个区块也是2个都要选择。那我们这边来建一个 Access Token 的名称，我们就建立一个叫 Text， 然后我们按建立 Token， 已经建立好了，我们的 Token 在这里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一串 Access Token 连到 Figma。Figma 不是提供所有的 AI 工具这样子直接连接 OAuth 验证的方式来连接到 Figma 的 NCP server，所以像我们现在要用的 Anti-Gravity 编辑器就没有办法使用，我们就要用第三方所提供的方式来登录，然后使用我们刚刚建立的 Access Token 来连接。
然后我们现在到我们使用者的家目录点 Gemini， 然后下面的 Anti-Gravity 这个资料夹下面的 NCP underline config 点 JSON， 我们的设定值就在这边，跟之前我介绍的一些 NCP 的设定值是很类似的。不过这个是第三方所提供的功能，然后 Access Token 的权限就不能够随便乱开。我们刚刚所设定的 Access Token 设定在这个 API Key 这个位置，我们设定好之后，就是已经是完成 Figma 的 NCP 连接了。我们现在回到 Figma 的界面，我们选择这个 Community 这一个选项，在这个选项我们可以去挑选一些别人所提供的一些免费的样板，这边就可以输入一些关键字就找得到样板。那我们之前已经有布置一个 Login 的页面，我们到这个 Login 的页面，我们打开之后，我们要请 AI 帮我们把这个页面给产生出来，使用者的 UI。然后我们点这layer 部分，这个 Login Page 这个地方，我们点选右键，然后这边有 Copy Paste as， 这边我们选择 Copy Link to Selection 这一个选项，我们按复制。我们这个复制完的连接就是可以提供我们 AI 的工具，透过 NCP 连接到 Figma 的 server， 然后来拿这一个页面的资料，然后它就会帮我们产生成 HTML 或者是使用者的 UI。我们现在要透过 Anti-Gravity 来使用Figma 的 NCP 来连接我们刚刚那个 Login 的页面，然后让它来产生出 HTML 的页面出来。我们这边已经有打一些提示词，我们请它建立 Login 的页面，使用 NCP Figma 连接这下面这一个连接，我们按送出。他现在叫我授权，他要建立资料夹。他已经根据 Figma 的设计完成登录的页面的建立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它帮我们产生出来的 HTML 的结果，几乎完全一模一样，照着那个设计稿来设置，而且还有那个因为尺寸而改变大小的，都已经有做到了。然后我们看一下 HTML 都帮我们建立好了，然后分成 CSS 档案，然后还帮你写了 JS 的档案。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透过 AI，然后使用 Figma 的 NCP 去连接我们的设计稿，然后帮我们把 User 的 UI 给建立好了。到这边我们已经完成在 AI 装上了 Figma 的功能，现在你的 AI 就可以帮你建立设计稿的 UI 了。如果你在实作中有任何的问题，或对什么有疑问，请在下方留言区告诉我，我会为你一一的解答。旁边是我为你推荐的影片，有兴趣的一定要点进去收看。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我们下一期再见哦，拜拜。